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汤种牛奶吐司。所谓汤种法，就是将少量的面粉和水加热，使淀粉糊化，再加入面团中。由于淀粉糊化能显著提高面粉的吸水能力，所以做出的面包口感更加湿润有弹性，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改善面包口感、延缓面包老化的方法。首先来做汤种，将面粉与水以1:5的比例加入小锅中，这里我用20克面粉和100克水，最小火加热，不停搅拌，直到它变得粘稠。可以借助一个温度计，达到65度的时候即可停止加热。汤种就做好了。我们把它放在冰箱冷却。汤种已经冷却好了，我们开始揉面。汤种面包的面团一般含水量较高，所以通常很粘手，不太好揉。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省力有效的方法。我们加入冷却的汤种，高筋面粉280克，糖40克，盐4克，冷藏的牛奶90克，鸡蛋30克。如果你是初次接触汤种面包，或者对自己面粉的吸水性不太了解，可以适当减少10到20克液体。鸡蛋也可以替换成牛奶或水。我总是加30克鸡蛋，是因为一个鸡蛋剩下的一些可以用来刷在面包表面。用一个刮刀将面团搅拌至没有干粉。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至少2小时，至多可以隔夜。这一步叫做水合，就是将面粉和液体混合后静置。面粉中的面筋蛋白质吸收液体后，会自动的连接在一起，形成面筋结构，可以减少我们的工作量。水合过后，面团已经从松散的混合物变得结实了一些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整理和加强已经形成的面筋。首先把面团取出，放在一个光滑的表面上，木头、大理石或者金属都可以。可以看到面团还是比较粘手，没有关系。我们来看这种湿黏的面团怎么揉。我们可以一手揉面，一手拿刮板，把面团有规律的朝同一个方向推开，再拉回来，推开再拉回来，粘到表面上就用刮板清理一下，再继续。大概10分钟之后，你就会发现面团的阻力越来越大了，也不粘手了，说明面筋已经基本被我们整理好了。这时加入酵母，我用的是鲜酵母。如果你用速溶干酵母，可以只用1/3到1/2的量，再用少量水将它融化，再揉到面团里。酵母揉好后，再加入室温软化的黄油。对面筋已经形成的面团，黄油很快就会被它吃进去。我们来检查一下面筋，有些朋友可能会追求手套膜，但用我的经验来看，揉到面团光滑，基本的面筋结构形成就足够了。之后在一发二发的过程中，面筋会进一步加强。如果为了追求手套膜而长时间揉面，面团温度过高，反而不利于发酵，就得不偿失了。最后我们用刮板和手一起给面团拉出一个光滑的表面。放在容器里进行第一次室温发酵，1个小时左右。1个小时后，可以看到面团膨大了不少。将它取出排气。分割成3份，每份约170克。
分别滚圆，再擀开，去掉大气泡。卷起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0分钟。再次擀开，卷起，这次要卷得更紧。最后封口，将封口朝下，把面团放入模具。在30度左右的环境下发酵1到1个半小时，面团会长到模具的8分满。我是把它放在烤箱，下面放一个烤盘，倒入热水，发酵效果很不错。发酵好了，刷上刚才备用的蛋液，烤箱预热到180度后放入烤箱，烘烤约40分钟。中间可以给它加上一个锡纸做的小帽子，防止颜色过深。出炉了，趁热脱模，稍稍放凉至温热。我们来看一下成品，非常的湿润有弹性，奶香浓郁。汤煮面包老化速度比一般面包慢很多，放在密封的保鲜袋里室温放置4天，仍然是有弹性的。切片之后冷冻也是可以的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